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趋势交易者和缠论交易者的一个对比分析。我们分析主要从两个维度，一个是他们的分析工具，还有一个是他们的交易思路。左边这张图是趋势交易者他们常会用到的图，然后右边这个是缠论交易者他们常会用到的图。其中趋势交易者他们常用的分析工具有哪些呢？主要就是水平的支撑图一线，还有就是下降趋势线、上升趋势线、均线，还有 MACD。对于缠论交易者他们常会用到的图有哪些呢？主要就是工具有哪些呢？主要就是 K 线，然后 MACD，然后均线，还有一些缠论中定义的概念，包括分型以及这样一条的直线叫做比，有很多比组成的叫做线段，还有线段当中出现的这些长方形叫做中枢。然后分型、比、线段这些概念，我们在这个1元的课程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供教材去学习，非常简单，有兴趣的可以关注。从这个左边的趋势交易开始说吧，它的交易思路是怎样的呢？首先就是判断交易方向。以这个澳元美元1小时下跌为例，它的之前的下跌走势当中有一条下跌的趋势线，当趋势线被向上突破之后，均线出现了金叉，同时 K 线出现了小阴小阳的情况，我们做了一条水平的阻力线，这个位置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我们叫做关键位置。当关键位置被突破之后，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买点。所以它的交易思路非常简单，就是判断交易方向，寻找支撑阻力线，在关键位置耐心等待开仓，然后平仓。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它如果一旦突破了这个关键位置之后，接下去的买卖点就非常的不明确了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这次机会一旦错过，接下去你就只能看，没有办法再入场。当然，有些胆子大的人，或者说技术掌握好的人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他们会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围绕这个向上的趋势线或者向上移动的均线，每触碰一次去买一个多头，每触碰一次去买一个多头。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，因为这条趋势线其实是市场心理的合力，是非常容易被跌破的。你不知道哪一次会被跌破，一旦被跌破你就得平仓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趋势交易最好的买卖点就是第一次突破之后，接下去就只能够去看它什么时候平仓了。对比这个趋势交易的话，我们缠论其实是一个左侧的交易，它并不是突破之后再去进行买卖的一种交易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其实我们缠论是对市场当下正在做什么进行一个分析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市场你要看明白它，才能够去做交易。如果你看不明白，你做的所有的交易都会让你感觉到心慌。趋势交易就给我这种感觉，就是你每一次入场之后，你就持有的之后会很心慌，因为你不知道市场接下去会发生什么。缠论不一样，它会告诉你市场正在发生什么。比如说我们这一波下跌，因为当中涉及很多关键性的概念，我不做过多的赘述，我只是说我通过分析之后看到的一个结果吧。这一波下跌之后出现了中枢 A、中枢 B、中枢 C， 那我知道这一波下跌已经快要到头了，也就是说下跌之后必定有反弹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反弹上，也就是我不做。我的分析第一步就是我不做空头，我只做多头。好，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信息。第二个信息就是，如果我要做空头做多头，那我的买卖点在哪里？缠论它并不是去预测行情，而是对行情进行分类。我不知道这个 X 向上之后还会不会继续下跌，那这样的话我只能给出2套结果。第一套结果是向上之后继续下跌，第二套结果是向上之后下跌，但是并没有跌破之前的低点 X。这样的话我就有了2个交易的买点。第一个买点我们叫做1买，第二个买点我们叫做2买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出现以下哪一个买点，你都至少已经有2次机会入场了。相比于趋势交易来说，这2次交易机会就已经大大提高了你的入场的机会了。但是缠论不止这些，它还有第3个买点。其实你第2个买点也错过了，接下去还有第3个买点，也就是当2买之后再次向上拉升，会出现一个新的中枢，新的中枢之后会出现一个新的买点，叫做3买。好，这样一来，缠论就有1买、2买、3买3个买点。相比于左边这个右侧交易的趋势交易方法来说，要多了2个买点。接下去我们要做的就是，如果你第一买点没有看到，那你可以等第2买点；第2买点没有看到，你可以等第3买点。这样的话，就对你来说，你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易了。而且在持有的过程中，你永远知道这个多头向上是可以去抓住的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。
趋势交易和缠论对市场的一个认识的角度以及透彻性也是不一样的。对趋势交易者来说，他们围绕着这根上升趋势线去做一个分析判断，也就是只要上升趋势线不被跌破，那就会一直持有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这根上升趋势线什么时候会被跌破呢？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的，你只有在跌破之后才知道。如果这个跌破出现在凌晨怎么办？出现在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非常的担心，甚至凌晨都睡不好觉。而缠论不一样，缠论是左侧的交易，它是分析市场正在做什么，然后告诉你接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。你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当你了解了市场之后，你就大概知道市场会怎么走了。这里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吧，简单的说一下，因为我们涉及到级别问题嘛，这里是1小时级别，1小时级别它会有一个次级别叫做15分钟级别，那我们调整到15分钟，也就是 X 这一段向上，它的内部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从15分钟级别可以看到，这个 X 的内部还有另外的比中枢这样的情况。只要这个比中枢一直延续下去，那这个 X 级别的向上就会一直延续下去，直到这个比中枢的情况被破坏了，那这个 X 级别的向上就结束了。接下去我们就要关注的就是我们之前做好的一个交易的计划，是有一个一买呢，还是有一个2买？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通过缠论知道的信息，会比通过趋势交易知道的更多，而且我知道接下去会做什么，该做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去做。心里也会更加有底。今天的分析比较简单了，但是已经足够说明重点了，就是交易无非就是买卖持有嘛。你在买卖的时候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，有足够的机会？你在持有的时候是不是足够的安心？如果这2点都做不到的话，那其实你的交易是非常的不自信，也是不安全的。对于趋势交易来说，它每一次突破只有一个买点或者卖点，非常的少，而缠论的话，它有多个买卖点，它的交易机会不仅仅局限在一个瞬间。然后第2点，你持有的时候不安心，这个就影响到你最终的利润了。你很可能提前就把买卖点给平仓了，但是它会继续的上涨或者下跌。而缠论的话，它会告诉你接下去市场会发生什么，你很有可能能够抓住这一波行情最终的走势了。最后一点就是对市场的了解，即使你不参与市场，但是你很有可能对市场当下正在做什么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，也就更好的能把握市场接下去的一个分类和动态。这4点对你将来进行交易和更好的完成交易都是必不可少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. 交易不仅仅是交易，更是一门学问。关注我，了解掌握更多的交易思维。让我们开始交易吧。